哎 ，Rich， 还记不记得我们2年多前有一个比赛要寻找10倍股，当时我选了 Nvidia， 今天的股价已经超越了1100块了哦，接近涨了10倍了哦。那现在你服了吗？一个字，绝！哇 ，Nvidia 当然是厉害啊，但是我最近找到的几个股票成绩也相当不错啊。像我之前找到的 SMCI 已经涨了几倍，最近讲到的 VRT 和美光也是涨了不少啊。在我上一次讲到的影片当中 ，VRT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是涨了超过40%了。哎，那 MU 没有涨太多，现在我还能追落后吗？那你不是应该自己去做功课吗？那怎么做呢？那大家记得要看这个影片，并且看到最后哦，因为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教大家怎么样去寻找这些10倍股。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 的业绩呢非常强劲，最近出的第一个季度业绩增长呢超过了260%，而最近的 earnings per share 增长了接近6.3倍。那现在呢 Nvidia 又宣布拆股1拆10。那什么是拆股呢？我举个生动的例子，在我面前有一块披萨，我把它1分为10，那其实从分量上来说，它并没有多或者并没有少。Nvidia 宣布1拆10，并没有为企业带来价值，但是对于看不懂股票的股民来说，Nvidia 拆股之后，好像看上去股票价格便宜了，可能会吸引他们去买，所以 Nvidia 拆股之后，有可能股价会继续炒上去，甚至最近又推测以后可能会加入道指，那这些消息呢，可能会成为 Nvidia 继续上涨的燃料。但是现在的股价已经是非常高了，那 Nvidia 的市值呢，之前已经是超过了整个中国的股市市值，当时候的人已经说这个 Nvidia 的股价太高了，而现在呢，甚至是超越了整个德国的股市市值。那七发法呢，2年前讲到 Nvidia 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很多观众也说 Nvidia 现在这么贵，还能涨10倍吗？但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好的公司，只要业绩不断的增长，股价还是会有不断上涨的潜力。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才进场的话，可能会有高追的风险。我们再来看一下 VRT， 那目前呢，它是我们提到的这几只股票当中最强势的那一只。我们可以看到，在4月份整个大势都有调整的时候 ，VRT 受到的影响是最小的。而在调整之后 ，VRT 是市场上第一批破历史新高的股票。那至于美光，它的股价表现相对其他2只股票看上去好像落后了一点点，但其实它最近的业绩增长也是相当不错。最近这个季度营收增长了57%，earnings per share 也是增长了超过130%。而美光也宣布它的生意非常火爆，也是宣布了它最近的订单呢是供不应求。那这些股票有什么共通点呢？用我们选股5部曲这个框架来看，第2步就是选择行业。这几个公司虽然是来自于不同的板块，但是他们也是属于 AI 行业当中的供应商。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好了这个 AI 的行业。我觉得人工智能现在到了一个可以商业化的时代，人工智能一定会带来一个浪潮，这个浪潮里面会有许多的10倍股，甚至是100倍股，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风口，抓紧这个机会。第3步呢，就是选择企业。这些公司里面有一些已经是市场的龙头企业，像是 Nvidia， 它的市占率已经是超过了90%。而就算有些公司它不是龙头企业，但是他们跟龙头企业有挂钩、有战略的合作，就像是 SMCI、VRT 和美光，所以他们的业绩增长也是受到了整个行业的起飞和跟 Nvidia 做战略合作所带动的。他们这几个公司的订单也是增长了不少。那 Rich 刚才说的这些股票最近都涨了不少了，现在高追的话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其实买股票，我们所谓的10倍股，希望它以后涨很多的话，其中一个关键就是要看到普罗大众还没有看到这些公司的企业价值的这些股票。就像我们当时看到的 Nvidia， 当时很多人有很多的批评，其实我们看到这些批评是更加的开心的，代表着普罗大众整个市场还没有看到我们看到的，所以我们要多做功课，做了功课之后就有信心，与众不同。那当我们是对的时候，逐渐的其他的投资者或者整个股票市场开始看到了我们之前看到的，开始把资金打入追捧这些股票了，这些股票的股价自然就会涨，这也就是使到一个好的公司成为
成长股，甚至最终涨10倍，成为10倍股的背后的原因了。那现在普罗大众已经看到了 AI 的行业各种板块、各种龙头企业股他们的好处了，股价也涨了不少了。我们要把眼光看到下一个正在静悄悄起飞，但是许多人还是抱着怀疑的或者是看不起的一些行业和板块了。 Rich， 我们之前有讲过以下这个板块，你给大家讲一下吧。那在3月13号的时候呢，我们也出了一个影片，当时候提早跟大家讲了电力和太阳能。长线的投资者眼光放远一点的话，现在是可以留意这些发电的装备和建设的服务公司了。而在新的电力建设当中，清洁能源又是重中之重。那详细的逻辑呢，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回看那一期的视频。而我们现在来看，当时候有提到的太阳能股票，例如 First Solar 和 Enphase， 现在呢也是涨了不少，尤其是 First Solar 呢，到现在是涨了接近80%。那为什么它会涨这么多呢？这里就要讲到我们之前讲到的选股舞曲第3步，我们要选择行业当中的龙头，而 First Solar 呢，也是美股太阳能板块当中的龙头，我们也是比市场早一步看到这些公司的价值。不过现在中国的太阳能板块还在跌，爸爸你又怎么看呢？那的确，我们如果看一下中国的太阳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 DQ 和金科，他们的股价都是接近低位。那用回我们的选股五部曲，首先美股是在一个牛市，港股和中概股之前是在一个熊市，最近有一点转机了。那另外我们要注意的是，美国继续在打压中国的太阳能板块，包括拜登最新给中国太阳能大幅度加的关税，这个肯定会影响投资者对中国太阳能企业的兴趣。那这些中国的企业在美国上市，自然美国投资者的资金对他们的股价的影响会更加的大。那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现在的太阳能的整个产业链有点产能过剩，所以使到产品的价格跌下来，也严重的影响了这些企业的盈利了。但是我相信太阳能还是一个长远发展的行业，现在这些坏消息已经反映在股价里了，甚至我觉得是过分的反映在股价里了。所以以后当港股和中概股进入一个牛市，再有资金回来的时候，这些现在非常低产的低廉的股价可能以后会给投资者一个不错的回报。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些中国的光伏企业好像都有一些不利的消息，但是我们在投资的时候还要注意另外一点，就是这些不利的因素有没有已经反映在股价里，还是过分的反映在股价里。如果这些不利的因素还没有完全的反映在股价里的话，这些股价在未来跌的可能是比较大的。如果已经充分的反映了，那我们就不用怕这些不利的因素了。如果这些因素已经是过分的反映在股价里了，那以后这些股票涨的机会会大一点。就像我们看回香港的股票在1月底的时候是非常的低，那1月底到现在整个港股的环境其实基本因素也没有改善太多，但是股价是涨了好多好多。在过去1到2个月，港股是全世界股票市场里面最好的那一个。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反映了在1月份的时候，人家是把这些不利的因素过分的反映在股价里了。那到现在市场的情绪没有那么悲观的时候，港股自然就反弹了很多了。那之前黄仁勋也说过，现在的 AI 是新的工业革命的开始。In this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generation of intelligence. 而之前七爸爸也讲过 ，AI 将会是康波周期第5波的开始。AI 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起点，带来下一个大周期的开端，而这个大周期里面也会带来很多会涨超过10倍甚至100倍的股票。那在这个起飞的行业当中，会有很多的10倍股，但是为什么却很少人把握得到呢？其实他们也是犯了很多的错误的。其中一个呢，就是他们可能把握了这些股票，但是这些股票涨了一点点之后，他们就获利离场，从而错失了之后的涨幅。那七法呢，整
整理了一套10倍股投资秘籍，而第一课呢，就是总结了大家所犯的10个致命的错误，而且是免费公开给大家的。如果大家还没看过的话呢，记得点击下面的链接了解更多。而如果你对于之后的课程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跟着奇葩爸继续学习下去。就算你只是看第一课，你也肯定会收获满满。那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价值的话，记得点赞留言，最好是分享出去。你还没有订阅我们这个频道的话，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因为我们这个频道会把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简单的讲给你听，使到大家的投资回报有所提升。那我们下次再见哦。